我叫林然，是镇上最年轻的寡妇。结婚的第5个年头，丈夫就因为哮喘而死，而我带着年幼的儿子，不再婚，不改嫁，苦苦撑起一个家。直到丈夫去世的第3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3年前因为哮喘而死的，并不是我的丈夫，那个曾经将我拉出泥潭，发誓一辈子对我好的丈夫。费尽心机抛妻弃子，营造假死，只为了给白月光和他的女儿一个家。周子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那个女人，你竟然搞出了假死这么一出，还让我跟你的母亲为你打掩护，说你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，你简直是胡闹！爸，雅静他们母女一直过得不是很好，我把他们接回来也算一个照应。混账！你简直是要气死我呀！你知不知道，从你假死那天，乐乐就再也没有了父亲。小林为你守寡了3年了，更是为了补贴家用，把自己的嫁妆全都给变卖了。你怎么对得起他？爸，从那天起，我决定照顾他们母女。周子安这个身份，就让他彻底埋葬吧。给我站住！至于林然，我已经给他了一个儿子，让他后半辈子不至于膝下无子，也就够了。你简直无药可救！如果不是因为当年你将我从泥潭中拯救出来，我不会选择带着儿子为你守孝3年。哎，就是她就是林家那女儿，听说之前被绑架，还被强了呢。是吗？就她，真是连贞洁和操守都不要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出来？可不是嘛，这种人上大街，也不怕别人戳他脊梁骨。是啊，就这还好意思出来？林然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已经被毁了。我不在乎，我这辈子会对你好的。我愿意。我担心周家无后，拒绝了父母改嫁的建议，可你却为了你的白月光颜雅静，抛妻弃子，营造假死。我为你守孝3年，周子安，这段感情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乐乐才7岁，周子安，你怎么忍心让他背上没爸的名头啊？妈妈，是不是爸爸又装作不认识你了？原来，乐乐始终都认得自己的亲爸，所以一直都叫他爸爸，而不是大伯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是你大伯周子平，快坐吧。是我一直以为乐乐太过于思念父亲，所以才会分不清长相一模一样的大伯，却没想到孩子的眼睛一直都是雪亮的。也难怪周子平对我和儿子这么好，时不时就会送给我们母子一些肉菜和补贴。大哥，这是单位发的一些肉和菜，你拿着。谢谢大哥。这儿还有一些粮票，你也收着。
谢谢大哥。没事儿，都是一家人。原来错的一直都是我，这个真相真是讽刺。乐乐，如果妈妈要改嫁别人，给你找个新爸爸，你愿不愿意？妈妈，我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一直都不认我。但既然妈妈不要他了，那乐乐也不要他了。妈妈不哭，以后妈妈去哪里，乐乐就去哪里。以后爸爸不保护妈妈，那乐乐就保护妈妈。好，好。喂，景怀，然然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上次那个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想通了，我同意改嫁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过去接你。现在太晚了，明天吧。是我太草率了。那这样，明天我让魏国去接你，顺便再帮你挑2套好看的喜服。只要你不把乐乐当外人，我什么都依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乐乐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船长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明天你去周子平家把夫人接上，顺便再给她挑2套好看的喜服。江团长，你要结婚了，是那个姑娘吗？滚滚滚！老子结婚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吗？只能是她。我之前就说过，非她不娶。这3年，江景怀都找爸妈上门提亲10几次了，更是为了我打了好几年的光棍。可因为周子安，我每次都让他落空。但现在不会了。小丽，我们这个家多亏了你在撑着。你看我瘫痪在床，可你呢，3年如一日的照顾我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们这个家亏欠你的太多。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饭吧。小静，今天团岗警务员告诉我，后天团岗大婚，邀请我们一家3口去喝喜酒。子平，你可真是太棒了！团长这么器重你，你一定工作做得很到位吧？爸爸好棒！弟妹，快过来吃饭。死老太婆，活着就是浪费粮食。哟，弟妹，你还真有孝心呐，自己都顾及不过来，还有心思顾及别人呢。我看呀，你就是看着子平在，好趁机聊表一下孝心吧。来，快坐。弟妹，子安已经走了，就算你不为自己，也为乐乐想想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大伯，我来帮妈妈夹菜就行。乐乐，你不是之前一直都把大伯当成爸爸吗？怎么今天突然改过来了？大伯，之前是乐乐小，才一直把你认成爸爸的。现在乐乐懂事了，知道我爸爸已经在3年前就死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叫错了。爸爸，你们去哪里玩了？能不能带乐乐去？他是我爸爸，你叫你爸爸自己带你去。他就是我爸爸。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
乐乐，别瞎叫，他是大伯，不是爸爸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太想念爸爸了。您跟子安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小孩子嘛，认错人很正常，毕竟乐乐可是没有爸爸的。算了，孩子嘛，走吧。妈妈，为什么爸爸不认我？乐乐，你爸爸在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他是大伯，不是爸爸。可是大伯就是爸爸。这样，那就好。吃饭。虽然我是乐乐的大伯，但我一直都把乐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以后别那么生分。对呀，弟妹，你为子安守孝3年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呢。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啊。你们孤儿寡母没个男人，在这世上可是很难活的。爸爸，要不让他们走吧？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会搬出去的。弟妹，虽然子安走得早，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，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，别总一个人扛着。周子安，你是因为儿子不叫你爸爸，所以你后悔了吗？可是，是你自己选择的假死，放弃了我们母子。乐乐，吃饱了吗？妈妈，我吃饱了。大哥说的对，再怎么亲，你也不是乐乐的亲生爸爸。就算我们母子没有男人，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嫂子，我陪您进去吧。哎，谢谢你送我们过来，我们自己进去就行。行。警务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子斌同志，团长让我带嫂子过来调身洗漱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不马上开学了吗？过来给女儿买个新书包。对了，团长这是要结婚了？对，团长呀，终于不打光棍了。你猜猜，团长娶了谁？我听说团长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心上人，难道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姑娘。可是我听说那个姑娘已经结婚了呀。我呀，就知道团长等到自己的心上人，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婚礼定在了后天，部队的兄弟一个都不能少。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带着妻女去给团长祝贺。好。走了。对吧？那警务员，那我们先过去了。好。妈妈，我们不是要去看喜棚吗？给我装一点。乐乐，以后你再也不用羡慕别人小朋友有糖吃了。就不能尝。哇，好甜啊！谢谢。走，这些一共3块8毛5。来，乐乐，吃糖。妈妈，你吃。乐乐吃，好不好吃？妈妈，好甜呀！走，咱们去看喜服去。同志，您真有眼光，这件衣服跟你很搭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啊，拿下来给我试试吧。乐乐，你在这等等妈妈啊。哇，妈妈可真好看！
是准备结婚穿的吧？大红色最喜庆了。来我这儿买衣服的人这么多，您是第一个把这件衣服穿得这么漂亮的。这件衣服虽然漂亮，但不适合我。我丧偶了，不能穿红色。就要那件素色的吧。那不是林然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刚刚警卫员说团长夫人也在这试戏服，难道……哎，弟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想改嫁？哎，弟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想改嫁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子安吗？你这么做对得起子安吗？我为子安守孝3年，于情于理，我不欠他任何。乐乐爸爸不想要他，我总不能让乐乐一直背负着没爹的名头吧？您说呢，大哥？弟妹说的对呀，你并没有任何对不起子安，喜服嘛，试一试也没关系。我妈妈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是你们谁规定不让她买衣服的？小屁孩，懂什么啊？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新书包，你看看你就背这种破烂货，一个书包算什么？我马上就有新爸爸。什么？弟妹，你真的想改嫁？难道穿什么衣服，大哥也要干涉？得意什么呀？还不是得靠大哥你？要不是没有你，他们母子早就饿死了。就这德行，林然，我迟早把你赶出这个家。乐乐，这是大伯给你买的进口书包，作为你考试拿满分的奖励。哎，快看看，喜不喜欢？谢谢大伯，我已经有妈妈给我缝的旧书包了。这个是进口品牌，你那个太旧了。对，但是这个书包是妈妈亲手给我缝的，多少钱都买不到。乐乐，快回屋写作业去吧。哎，大哥，以后就不要再给我们母子送东西了。我们虽然是孤儿寡母，但是也不能总是占大哥便宜。我们母子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更何况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作为大哥，照顾你们不是应该的吗？别跟我客气。好歹我是子安的亲哥，你非要对我这个态度吗？你也说了，你只是我大哥，又不是我丈夫，有什么资格管教我对你是什么态度？弟妹，为什么一夜之间你跟乐乐对我是这个态度啊？不然呢？我应该是什么态度？让你跟丈夫一样来照顾我们母子吗？你也说了，我只是你的弟妹，请你注意一下分寸，不然嫂子和侄女一会儿看见再误会了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别来打扰我们。小林，你辛苦了。爸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小林啊，你大嫂的赌债是不是你一直在还呀？你说这个家要是没有小林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。他呀，就知道花钱赌博，什么时候着过这个家呀？我早都给子平说过了，可他就是不当回事儿。没有小林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爸妈，我以后就不能照顾你们了。啊？你要走啊？哦，我爸妈想乐乐了，我打算带乐乐回娘家住一段时间。这样也好。老头子，你快劝劝呀！哎呀，怎么劝呀？小林为了这个家已经是倾其所有了，他没有任何对不起咱们的地方。是啊，谁家的儿媳妇儿能像小林这样？倒是子安对不起他们母子，他要是带着儿子改嫁，咱们都没有闲话可说呀。真他妈贵，就这2罐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。不过，等我把它送给乐乐和小然，
再好好道个歉，他们肯定不会再生我的气了。乐乐，这是我给你买的麦乳精。今天的事是大伯不好。大伯，我妈妈说了，我以后想要什么，她就会买给我，所以你的东西我不能收，还是留给彤彤妹妹吧。乐乐，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要麦乳精的吗？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乐乐也想吃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这是麦乳精，我爸爸给我买的。你想吃，让你爸爸给你买呀。你没有爸爸吗？来，彤彤，我再吃一点，甜不甜？甜。大伯，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如果没事了，我们就要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大哥，乐乐只是不收你的东西而已，没必要这么小心眼吧？你们真的要走？你们真的要走？我爸妈想乐乐了，我带乐乐回家一趟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呗。把东西也一起拿走吧。小然，乐乐，要不再多留一会儿？不用了，大伯，你还是去陪彤彤妹妹吧。那我送送你。不必了，大哥，我们母子有手有脚，自己会走。你还是去照顾应该照顾的人吧。赶紧走，走了好，走了这个家和子安就都是我的了。对不起，大哥留步吧。走了。嫂子，我来吧。谢谢。嫂子，你太客气了，能找到你这种漂亮贤惠的嫂子，我们团长简直是捡了大便宜。快上车吧。是不是团长夫人回来了？团长夫人长什么样子呀？哇，夫人好漂亮啊！团长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能娶到天仙？乐乐，快跟叔叔们打招呼。叔叔们好。这王王好聪明呀！哎，小朋友，见面礼。拿着吧，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帮忙，团长还等着呢。好，夫人，那咱们先走。走，乐乐。夫人，您和孩子等一会儿，我去叫团长。好。温暖的雨啊，我冰冷的雨啊，请在这一刻落向我吧，让一切湿透。然然，久等了。这个呀，是我叫食堂大厨特意给你跟乐乐做的鸡，还有几个荤菜，也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。我为周子安守孝的3年，都没怎么吃过肉，也苦了乐乐，跟着我受过。是我太着急了，我想的不太周到。你们来我这儿啊，就当成自己家，千万别跟我拘束。来，坐。乐乐，坐。
你会把乐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我会。之前提亲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好好对你母子俩的。只要你对乐乐好，我会经营好这个家的。来，乐乐，吃。快谢谢江叔叔。谢谢江爸爸。小孩子小，难免会口无遮拦，你不要生气。啊，不会，乐乐他很聪明，我很喜欢他。冉冉，你太瘦了，一定要多吃一点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今天是团长的婚礼，你穿这个颜色会不会不合适啊？怎么不合适？我这样叫给你长脸。走吧。这团长的婚礼好气派呀！你什么时候也能给我办一个呀？对呀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也像这样娶妈妈呀？等我什么时候也坐上团长的位置。子安同志来了。这团长是娶了你家的小姐，这婚礼也太气派了吧？你没看我给你的请帖吗？团长呀，从小就喜欢夫人，只不过之前夫人嫁人了，团长就一直打光棍。那夫人这算是改嫁了？听说新娘子的前丈夫死了，留她跟孩子2个人过得不知道有多苦。还好现在跟咱们团长成了一家人，也算天赐的缘分了。前段时间我看到弟妹在试婚服。不会的，不可能！你这么大声干什么？吓我一跳。团长和夫人出来了。祝团长和林同志百年好合。多谢，多谢。新娘她姓林。乐乐，叔叔带你去弄点糖果吃，好不好？那妈妈，你妈妈和团长一会就下来找你。放心吧，有魏国跟着乐乐，一定不会出问题的。去吧。去吧，走。估计是我听错了，应该只是同姓。玉萍，你一定是想多了。新娘这么贵气，怎么可能会是弟妹？况且弟妹前2天已经带着乐乐回娘家了呀。想来也是，林然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随便改嫁？应该只是听错了。爸爸，周乐乐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说什么？乐乐怎么会在这里？那林然岂不是？乐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妈妈呢？我妈妈不想看见你，大伯，你不要再问了。看乐乐的表现，似乎周子平的关系跟嫂子他们并不好。爸爸，周乐乐就是个撒谎精，明明说要走，又跟我们一起来吃饭了。子平，一定是昨天林然听到你说今天团长结婚，所以带着乐乐过来蹭饭呢。也是，毕竟他们母子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也对，小然母子的生活一直不算太好，过来蹭饭也算情有可原。乐乐，你们想要吃饭，跟我说一声就行了，我自然会带你们过来，不用蹭。不用了，我爸爸会带我吃。你爸爸？你爸爸不是？子平同志，是团长让我帮忙照看乐乐的，你们对一个孩子的敌意未免也太大了点吧？周子平，你快别看了，你家出事了。我家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家被人砸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子平，等等我！我宣誓尊重和珍惜我们的婚姻，无论面临任何困难，请党见证。
乐乐，吃糖。谢谢李叔叔。真乖。祝团长和夫人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祝爸爸妈妈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好，来一起喝。乐乐，你乖乖的跟着李叔叔，不要闹。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乖乖的。大家吃好喝好，招待不周。老东西，你们周家的儿媳妇欠了8000块钱，今天要是不给我还的话，这房子可就抵给我们了，听到没有？爸妈，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对我爸妈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问你们要钱，你反而问我们是谁？行，我就明着告诉你，老子叫刀疤，你们周家的媳妇欠了我8000块钱。刀疤那不是南城开赌场和放高利贷的老大吗？他说媳妇欠他的8000，难道大把哥8000块钱实在太多了？我是放高利贷的，不是做慈善。刀疤哥，我们确实现在拿不出8000块呀，你看能不能宽限个3天时间？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你要是拿不出来钱，这房子可就归我们了。我们走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刀疤为什么说我们家欠他8000块钱？这可是8000啊！就算我攒10年的钱，也还不起啊！还不是你找的那个好媳妇儿，要不是她好赌，怎么可能被刀疤追到咱们家里来讨债？是林远。子安，这是怎么了？家里气氛怎么这么凝重？刀疤说我们欠他8000块钱，还说是我们周家儿媳妇欠的。刀疤是不是就是脸上有刀疤的那个男人？他之前来过家里好几次了，好像是因为弟妹欠他钱，每次都是我帮弟妹把债给平掉的。果然如此，真没想到他能染上如此恶疾，还有没有一点为人母亲的样子？小林怎么可能会去赌欠高利贷？分明都是你，分明都是你！爸，你不能因为林安她是个寡妇，你就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呀！爸，我知道你偏袒弟妹，但犯错了就是犯错了，这个钱肯定不能我们出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子平，你忘记了，他林然还为你借过钱呢。爸爸，能借我们一点钱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抱歉啊，大哥，是乐乐认错了。算了，小孩子认错也很正常。你没钱用了吗？5块钱就够了。弟妹，按理来说你过得一向清贫，还有工作，应该存了很多存款吧？但你怎么连5块钱都问我们子平借呀？周乐乐不像我，我有爸爸，他没有。算了算了，弟妹也不容易，就借给他吧。不过话说在前面，有借有还。确实有过此事，我真没想到他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依我看呀，就是他林然没钱了，找你借赌资呢。你知道的，赌徒就是这种心理。而且他说回娘家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，肯定就是知道刀疤要来躲债呢。而且他把孩子也一起带走了。他把东西都带走了？林然已经滚了，还有你们这2个老拖油瓶，等我把你们也弄走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作孽呀，作孽呀！周子安，你错了，你错的离谱啊！
早晚是要后悔的。连我的灵台都懒得擦拭，明明他是日夜为我祈祷，每日都必须给我擦拭灵台的。现在看来，果然是欠了钱跑了。林然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竟然是这种人。自己欠女婿的债，带儿子跑路，想让我们另指点什么？林然，你还是我没有心了。子平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要是单纯的回娘家，又怎么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呢？爸爸，那个朱乐乐手脚也不干净，总是会趁着你们不在，偷偷的拿爸爸给我买的糖果吃。雅静、彤彤，你们放心，一定会给你们讨回公道，让林然跟周乐乐回来给你们道歉。这8000块钱，定要让他自己去还。林然，你的老公不惜假死也要跟我在一起，我会让他心甘情愿的帮我把那些债都还了。林然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林然，周子平，你不是去参加你们团长的婚礼了吗？伯父，我找林然有点事儿。方子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们团长的婚礼？我们和江家是世家，你的工作还是冉冉求着我给你安排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哎，你找冉冉怎么会找到我家来？继续说，我的工作是林然找您给我安排的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呀？那3年前子安去世的时候，那冉冉还特地找到他爸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下工作。为了这件事情，冉冉哭了一晚上。那冉冉他爸那是心疼他，那才答应的呀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雅静，刚刚江团长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明天去军区报道，以后我就是军区的人了。这么说，事情是办成功了，也不枉我求父亲一番。雅静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对你个女儿好的。跟周乐乐一样，是个好哭鬼。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雅静帮我安排的工作，就是想包庇林然，竟然连这种鬼话都说得出来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如果不是冉冉哭着求我，我能开这个口？整整3年了，你来看过我一眼吗？既然是林然给我安排的工作，他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冉冉觉得你帮了他许多，所以冉冉他想用自己的力量回报你一点点。可是我们家冉冉他不喜欢拿这种事情当邀功，让你觉得他是在报恩。你怎么觉得是我们家冉冉他爸包庇冉冉呢？林然就是个烂赌鬼，他欠别人8000块钱，现在跑到我家跟我要钱啊！你们就是想包庇他，帮他躲债是不是？胡说八道什么呀！我自己的女儿我不清楚，她到你们周家过过一天好日子吗？周子平，明天冉冉就会回来，我们肯定会向他问清楚这件事情。如果冉冉真的借了8000块钱，那我们林家肯定会还了这个钱的。如果没有，就请你好好向我们家冉冉赔礼道歉。赶紧给我滚！滚！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了小然？不可能是雅静，只能是林然。江团长，周子平有事求见。子飞同志，这么晚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子飞同志，
江团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当年我的工作是我弟妹的父母找您办的吗？是有这事儿，我和然然的父母很早就认识了，在知道你人品还不错的前提下，这事儿我就答应了。真的是小然给我安排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团长。那我就不打扰您跟嫂子休息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乐乐，你喜欢这个新爸爸吗？新爸爸对妈妈好，也对乐乐好，我很喜欢他。看来乐乐是真的喜欢江景怀，并不是因为我才说出这样的话。乐乐，那是喜欢爸爸多一点，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？当然是妈妈了，我妈妈可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。巧了，我也喜欢你妈妈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睡吧，乐乐啊，乖。刚刚有人找你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你那个大哥周子平突然过来找我，问我是不是之前给他安排工作了。周子安专门为了工作的事情来跟江景怀求证吗？哎，你今天累一天了，你歇着吧，我来做。然然，坐。然然，你跟乐乐呀，就把这当成自己家，千万不要有一点拘束。平时我还有时间，家里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都会帮你分担。家里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都会跟你分担。谢谢你啊，江景怀。然然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如果你不愿意嫁给我，那我可能现在都要打光棍了。对了，今天刚搬过来，也是累了一天了，你赶紧休息，这里啊就都交给我。父母说江景怀喜欢我好多年，听说我结婚后便一直打着光棍儿，后来我守了寡，便再次起了娶我的念头。可惜那时我坚持为周子安守孝，江景怀便又等了我3年，所以才把婚事拖到了现在。现在看来，江景怀对我的感情并不比我对周子安的感情少。林然，你怎么敢欠别人8000块钱？8000啊！你怎么敢？子平，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难道你希望是弟妹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了这份工作，你都跑去他的家求证了。可这工作明明是我父辈替你找来的。可是团长也这么说了呀，难道团长也是为了护着林然？可是你都已经去求证了，不是吗？你宁愿相信他们，你也不愿意相信我。我怎么敢不相信你呢？你仔细想想，那是林然的父母，肯定会帮林然有所隐瞒呀。这样要债的就只会来找我们了。团长和江家很熟，难免不会为了这件事跟他们串通一气。好恶毒的心思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竟然还会这种诡计！等我找到他，弄到我个清楚！我去上班了，记着给你妈喂饭强身的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去吧。这些事情不都是雅静一直在做吗？今天没做早饭吗？哦，我起晚了。早饭不都是林冉做的吗？东东，她是你小婶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这就去做。吃吧，妈去买菜了啊。
你吃。乐乐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爸。还有，这饭是你大婶做的吗？你怎么能不等人就先吃饭呢？太没教养。早饭是我妈妈做的。你妈妈做的？老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每天都给你做。原来这3年每一次的早饭都是小然起大早给我们做的。记得给妈准备一份，然后帮她擦一下身体。什么？我还要给他擦身体？之前的时候不都是你在做吧？为了房子跟遗产，我忍了。只要等弄死这2个老东西，我就解放了。我现在就去弄。吃饭了。你之前给妈送过去吗？爸爸，这个包子好难吃。这包子没熟。原来不是我照顾了小然母子3年，而是小然照顾了我们整整3年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雅静帮林渊拼了这么多年的账，他做个早饭怎么了？我去热一下。大喜，你快点吃，快吃呀！别逼我扇你啊！怎么了？妈，她好像没什么胃口。老东西，你敢胡说八道弄死！妈要不想吃的话，就别让她吃了，给她擦一下身体吧。儿媳妇你，儿媳也配？疼！妈，怎么了？儿子，你后悔不？妈，您说什么呢？什么后不后悔？以前都是小林在照顾我，可有耐心了。大儿媳妇和她完全没法比呀。妈，之前不是都是雅静在照顾您吗？小然只是偶尔过来照顾您一次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带她回家3年了，她一次都没有照顾我，一直都是小林在细心的照顾你。眼睛是不是瞎了呀？说什么？原来照顾母亲的一直都是小然，可雅静一直告诉我，早饭是她做的，母亲也是她照顾的。我早该想到。子平，你想到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说你做了3年的早饭，可是连个包子你都蒸不熟。还有，你说你照顾了妈3年，可是你妈擦个身体，胳膊都可以擦，这是一个经常照顾人的正可的事吗？我今天只是心情不好。别说了，出去！儿子，你后悔吗？你听妈的，去好好劝劝小林。父亲呀，还是原配的好。妈，你先好好休息。小然只是回趟娘家，她会回来的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小林啊，这次是心灰意冷了，他不会回来。不可能，小然为我守孝3年，她不可能再嫁了。这里是她家，她要一直在娘家的话，会被人笑话的。到时候她还不是乖乖回来？不行，我得去问个清楚。夫人，全体都有，这货搬进林家。魏国，这是干嘛呀？嫂子，团长说了，这是你嫁给他之后第1次回娘家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别人觉得你嫁的不好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，爸爸可真好。这些东西都太贵重了。大伯以前跟咱们回来的时候是7点东西。我们团长娶了你啊，别提我多开心了。嫂子，我们团长可有钱了，
就他爹妈留给他那些资产都不知道有多少，而且这些年出任务他都有奖金，没事的。哇！小然，等我以后挣了大钱，保证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家，绝对不让你丢脸。爸爸，我相信你，你以后肯定能挣到大钱的。子安，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。走吧。所有人集合！嫂子，任务圆满完成，我们回去复命。哎，你辛苦你们了，留下来吃饭吧。李叔叔，你们辛苦了，去尝尝我姥姥的手艺吧。这是团长第一次正式上门，这么重要的家宴，我们再不合适。走了。所有人往上，追！嫂子，走了。再见，嫂子。再见，走吧，嫂子。你看看，小江多有心呐！冉冉跟着他呀，肯定是享福的。就是，我早都看出来了，那孩子呀，从小就喜欢我们家冉冉。姥姥、姥爷，爸妈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孩子，这怎么都瘦了？我就说嘛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他林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家里买了这么多大牌家电呢。林然，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？什么解释？林然，你欠刀疤哥的8000块什么时候还？人家都已经追在家里面来了，有钱买这么多家电，没钱还别人钱是吧？人家因为这个事已经找到家里去了，后天还不上8000块钱，房子要被抵押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哟，弟妹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？你欠的赌债，你什么时候还？赌债？既然你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？赌博你都敢沾，你还让雅静帮你去背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冉冉，你认真回答我，你有没有在外面借钱赌博？如果有，我把这笔钱还了，你回来好好过日子。老爷，妈妈没有赌博，也没有欠别人钱，倒是大婶每次别人找她还钱，都是妈妈帮她还了。乐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撒谎？还有你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每次偷偷拿我给彤彤买的糖果？爸爸，这乐乐就是个小偷。乐乐是什么品行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用不着其他人在这指手画脚。哼，我发现原来是要债的找上门了。你们不想给这笔钱，这才找到我家来，想让我给他掏了这笔钱，是吗？弟妹，什么叫你给我掏钱呢？人家要债的都找上门来了，指名道姓的要你还这8000块呢。你也是这样以为？难道不是吗？要不是你欠钱，以你的存款完完全全够你们母子生活，为什么要跟我借钱？谢谢大哥。今天的事必须给雅静道歉，还有乐乐必须给彤彤道歉。弟妹，我知道你家里没有个男人，这么做也是出此下策，但是你可以跟我们说呀。我们大家嘛都是一家人，完完全全的可以站在一起，一起商量对策嘛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姐姐？我们家冉冉嫁到周家的时候带了很多嫁妆的，那些钱足够她衣食无忧的。冉冉，什么嫁妆？自从我到周家之后，她林然就什么都没有。啊！林然，你疯了吗？你哪次欠债不是雅静帮你平的债？你居然敢打她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要不是这3年你给我弟弟守孝，你早就没有资格在周家了。道歉，今天必须给我道歉！周子安，你还真是……他叫我什么？你还真是急不可待啊，连名字都叫错，真是可笑。他是我爸爸周子平，不是周乐爸爸周子安。你跟周乐一样蠢，谁要跟你抢爸爸了？像这样的爸爸，没有人想要。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这一切。欠钱的人是严雅静，之所以我找你借钱，是因为我的存款
都帮他还了债，至于嫁妆都已经抵押出去。你不是因为守孝才不戴那些金银首饰的吗？老婆，你好富有啊，这么多嫁妆。可是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办法给你。如果有一天咱们家吃不起饭了，我就把这些首饰全当了，养家。得此妻，夫复何求？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赚钱养你。没关系，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就行。妈妈的嫁妆早就卖完了。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了小然？不可能，那是他最宝贵的东西，他怎么舍得？不可能！你把那些嫁妆看那么宝贵，怎么可能卖了换钱？然然，你这是吃了多少苦呀？然然，我和你妈早就劝你改嫁了，你非不听。之前是我瞎了眼，害怕周家无后，我觉得是周子安救了我。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，但我现在才发现，真是错的离谱。你把那些嫁妆给典当了，这不是更能说明你拿去还赌债了吗？就是，他跟我一样，就会撒谎。你在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你怕我回到周家跟你抢他的遗产？你爱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人，而是他家里的东西。你虚荣，想要得到这一切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给子平生了一个孩子呢。周彤彤也是7岁吧？看来你跟子安结婚的时间差不多。我跟子安出生就差了几分钟，我是占了张一他当的哥哥，而且我们结婚就差了没多久，这没什么问题吧？林然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是假扮的死亡吧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子平同志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找他要钱。要钱？介绍一下，我的爱人江景怀。爱人？一美，江团长怎么会是你的爱人呢？你一定是开玩笑的吧？怎么，我娶了林然，你有意见？怎么会呢，江团长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林然，你怎么可以改嫁呢？我丈夫死了，为什么我不能改嫁？可你明明说过，你对子安一心一意，这辈子不会改嫁的。之前是我想差了，我相信子安要是在天有灵的话，也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。而且，乐乐也很喜欢他的新爸爸。爸爸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乐乐，爸爸刚刚有些公务缠身，现在公务忙完了，就来找你们了。他真的是团长夫人的儿子。周乐乐，你怎么可以叫别人爸爸？大伯，这是我的新爸爸，我为什么又不能叫呢？大伯，这是我的新爸爸，我为什么又不能叫呢？林然竟然真的带给儿子改嫁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改嫁是个人选择？林然为什么？江团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子平他冲动了，您先忙走。走啊，你走啊你，走啊！小江来了，我们进屋吧。好。你拉我干什么？我再不拉你出来，你工作的那些事不都露馅了吗？
哎呀，子平，你先缓缓，那可是团长，一句话你看这就没了。你得罪谁不好，非得罪他。严雅静为什么这么着急拉我出来？难道她是怕之前给我弄工作的事情曝光？我们和江家是世家，你的工作还是冉冉求着我给你安排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哎，你找冉冉怎么会找到我家来了？是有这事儿，我和冉冉的父母很早就认识了，在知道你人品还不错的前提下，这事儿我就答应了。啊，下不去。那8000块钱怎么办？先缓缓吧，先垫一点，等团长走了，我们再来找他，他肯定跑不掉。林远，你真的带着儿子改嫁？介绍一下，我的爱人江景环。为什么要带着他改嫁？为什么要改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？什么？谁都记得你跟儿子，无论有什么，我都会给你们带一份。为什么突然就变了心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周子安，你还真是愚蠢。难道金源已经发现了我没有死？我隐藏的这么好，林源怎么可能发现我没有死？那就是我爸爸。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乐乐也想吃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你大伯，不是你爸。范范，你不是之前一直都把大伯当成爸爸吗？怎么今天突然改过来了？大伯，之前是乐乐小，才一直把你认成爸爸的。现在乐乐懂事了，知道我爸爸已经在3年前就死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叫错了。这3年，乐乐从头到尾都喊我爸，不管我怎么纠正，他就是不开口。难怪那天吃饭，他突然就开口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小袁，你们回来好不好？你们回来！小袁，乐乐，你们回来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啊！爸爸妈妈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给我生个妹妹呀？那小孩子懂什么？真是我的好外孙啊！哎，这个提议非常好。然然，你趁着我和你爸还有精力帮你带孩子，赶紧要一个。既然爸妈都下达任务了，我保证尽力完成。什么任务不任务的，别在孩子面前没个正形。家，今晚陪我多喝2杯啊！好，来吃饭。吃饭。跟江爸爸在一起后，妈妈笑的都多了。林源、乐乐，你们回来了。子平，子平，你怎么把你弟弟的灵堂弄成这样？雅静，雅静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，我其实不是周子平，我是周子安。子平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因为看你们母子可怜，就想利用周子平的身份把你们带回来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早就知道，你那点心思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你明明知道，可你为什么装作不知道？是啊，我明明知道，为什么会不知道呢？可是那我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家没有一个男人支撑，我们母女该怎么活呀？你不也是愿意的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
小然因为你变成了寡妇，她带着儿子有多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就这么忍心？那关我什么事？她自己的丈夫都不关心她，你自己的妻儿你自己不心疼，你让我一个外人来关心她是吗？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这不是有你的吗？爸爸不疼的，你要乖乖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好，爸爸都听乐乐的。哎呀，如果是乐乐，早就冲过来看我了。周子安，你现在就是这副样子，给谁看呢？林然带着周乐乐已经走了，他们不会再回来了。现在这个房子呀，财产都是我们的了，这样不好吗？彤彤，他爸爸这儿来。周子安，你要干什么？彤彤不是你的女儿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周子安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身上的蚂蚱，林然跟周乐乐他们是不会原谅你的。你骗了他们母子3年呢，你要是给我摆平那8000块，我可以替你生个儿子，我们一家4口圆圆满满的在一起，不好吗？沈雅静，你好狠心啊你！彼此，你不是也是骗了林然他们母子3年吗？我们2个天生一对。我真是个该死的冤大头！我养了3年的女人，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的。小然，等我以后挣到大钱，保证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家，绝对不让你丢脸。爸爸，我相信你，你以后肯定能挣到大钱的。子安，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。走吧。周子安呀，周子安，你竟然为了2个不属于你的人，放弃了一直爱你的妻子儿子，你真活该啊！我要去找小二母子道歉，哪怕10年、20年，我都可以等。我要求他们原谅我，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原谅我的。欣姐，准备去哪儿啊？我找你找的可是好辛苦啊！你们找我干嘛？你们找林然啊！林然是谁？找他做什么？是林然欠的你们钱，你们去找他要债啊！你个臭！住手！又是你小子，来的正好。好歹在一起生活了3年，我不能看着他母女被欺负。大八哥，不是说宽限3天吗？明天才到时间啊！那我总得找到他们人吧？万一他们明天跑了呢？林然欠你的钱，我会想办法给你。我亏欠了小然母子3年，这些就当是还给他们的。我说你们这一家子真有意思啊！什么叫林然欠我的钱？大八哥，我这哪有你说话的什么份？这个臭婊子欠我钱，我不找他，我找谁啊？你是说，是严雅静欠你们钱？废话啊！白纸黑字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他欠我钱，我不找他，我找谁？妈妈的这个早就买完了。你欠了钱，却哄骗我说是林然欠了钱，不仅将他赶出家门，你还让他名誉扫地。他这么有钱，他替我还那8000块怎么了？
况且她还嫁得这么好。严雅静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那些破事我不想管，今天要不还钱，要不给面。子安，你救救我，子安！妈妈，你欠的钱自己去还，你欠的钱你自己去还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他已经把这房子抵给我了，明天账上要是没有钱，这房子可就归我了。子安，你看在我为这个家当牛做马3年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当牛做马？你静姐哪次出门不是带几个小男生陪？这全身上下都是大，你哪有时间当牛做马呀？你带他回家3年了，他一次都没有照顾我，一直都是小林在细心的照顾。你眼睛是不是瞎了呀？原来错的一直都是我，是我误会了小兰和乐乐。哦，你那个小媳妇还挺不错的，之前这个臭婊子欠的钱可都是人家还的。听说成了寡妇，要不介绍给我，我保证对她。他仲敢打我，给我上！臭小子，你给我听着，明天账上我要是看不到钱，那就把这房子给退了。撤！这2个贱人给我带走！走！从前有个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她在寒冷的除夕夜出来卖火柴，但是没有人买她的火柴，这么快就睡着了。乐乐睡了？睡了。这孩子在爸妈家玩了一天也累了，现在睡着了。你辛苦了，来吃苹果。不用了。冉冉，这些钱是我这么多年攒的，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所以这些以后都是靠你看管。这不行，这太多了，我跟乐乐很好养活的。这些钱啊，本来也是留着娶你的。我和乐乐在周家过得一直都很清贫，可我才嫁过来1天，江景怀却是把自己所有存款都给我保管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辜负他。现在该完成爸妈交给我们的作业了。等一下。整个宇宙躲进你眼里，月亮轻易牵动潮汐，你藏在心底的那一句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然，是你吗？小然，真的是你，你回来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？爸，你说小然是不是不回来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爸，我错了。你说的对，小然为了这个家付出了所有。来，儿子，儿子，犯了错要承认，挨了打要立正。你呀，还有机会，毕竟你跟小冉是原配夫妻。儿子呀，你爸说的没错，你只要态度端正，诚恳的给小冉道歉，他会回来的。现在这套房子已经归我了，你们给我丢出去！快点！老子，哎，你们干嘛呀？放开我！从今天开始，这房子就是我的了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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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没事。看看你干的什么事儿！我们好不容易白白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！这个家呀，要是没有林然，早就散了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林然。爸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只要您出面，林然一定会心软，他会回来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就算我出面，林然也未必会回心转意。爸，我求求你了。孙子，你这咱们的哭的是什么日子？房子没了，孙子没了。哎呀，老婆子，你一会儿好好的给林然道歉。好，我一定好好认错道歉。景怀，乐乐，好，对吧？说。来，你呀，现在太瘦了，所以给你多加一个蛋。爸爸，你也吃。乐乐，这可不行，你呀，现在正在长身体，更得多吃一点了。来，吃肉。你也多吃点肉。哎，别，你呀，坐着休息就好，这些我来收。自从嫁给江景怀，他就从来都没让我干过活，这和在周家的日子一比，实在是过于幸福了。小林，洗碗去。啊，好吧。这种小事嘛，本身就是女人该干的。我和你爸年轻的时候，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妈妈，我帮你洗。怎么能让我的大孙子去洗碗呢？好的，洗吧。林然，林然，林然，林然。爸妈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周子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小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打我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小然，你已经发现了对不对？我没有死，还骗了你这么久。小笑笑话随你便，只要你出气了就好。林然，你要不然打他出气，毕竟是……我不会打你出气，因为我已经不在意。怎么会呢？小然。你怎么会不在意呢？我都觉得我自己罪该万死。周子安，
在我为你守孝的3年里，所有人都告诉乐乐你死了，但乐乐都不曾改口，每次都热烈的喊你爸爸。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乐乐在学校里遭受的委屈，你知道吗？同学们都背地里嘲笑他是个没爸的孩子，他背了3年没爸的，他受的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错了。你知道，你把周彤彤当做你亲生的对手，考虑过乐乐的感受，乐乐不原谅你，也是你自作自受。妈妈，就算小然改嫁，也改变不了乐乐是我和他的亲生骨肉。只要乐乐……大伯，你来干什么？乐乐，我是爸爸，你不是一直都能认得出我吗？是你不让我叫的，我现在都承认了你是大伯，你为什么又不开心？乐乐，我是爷爷。爷爷、奶奶、大伯，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家了。我的新爸爸也对我们很好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，我怕新爸爸误会。乐乐，小然，妍妍姐和周彤彤已经被我赶出周家了，只要你们回来，我们一家3口可以重新开始。哎，大伯，那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爸妈，大哥，你们走吧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们不必担心。小林，儿啊，子明同志，你现在过来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吗？没事。要是没有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我发现我夫人，她只要一看到你就会不开心，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夫人和乐乐了。爸爸，我不喜欢他们。好，咱们回去。小然，小然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我是乐乐的亲生父亲，我不能没有亲戚。是你自己把小林丢了，你自己做的。你说了多少次，你自己非不听。时间到了，看来你的男人不想来救你。大妈哥，可是我真的没钱了呀！大妈哥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弄到钱。说来听听。我之前有个弟妹，她改嫁了，她男人很有钱，只要你绑架他的儿子，别说8万钱，8万都可以。你知道骗我的后果。我怎么敢骗你啊？好，谅你干。然，怎么了？这都1个小时了，他们怎么还不走啊？算了，我去吧。景怀，你把乐乐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会好好支撑这个家，不让你为后方的事情操心。好，那你如果处理不了，就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林然，小林，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子安的错，可你们毕竟是原配夫妻，他家都是知根知底的。爸妈，我跟周子安缘分已经断了，你们就不要再劝我了。林然，你妈说的没错，这夫妻啊，还是原配的好。周子安自己作孽，就应该自己负责。我对你们从未有过亏欠，可你明明知道周子安是假死，却瞒了我3年。这林然改嫁过来之前是周家的寡妇吧？这是他的公婆？这公婆可真不要脸，媳妇都改嫁了，还来撵他。更过分的是，他们的儿子明明是假死，这公婆却装作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小林啊，这件事毕竟是我们老两口，对不起你呀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那要债的把房子都收走了，我们现在没地方可去了。大嫂好赌，这是她自己做的事情，理应由她自己负责。爸妈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
爷爷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我们家了，免得我爸爸误会。你爸爸是子安呐？我爸爸已经在3年前就死了，现在我的爸爸是江锦怀是团长。乐乐，啊，这是爸爸给你买的新书包，啊，还有新文具，还有新玩具。大伯，你还是去照顾大婶家的女儿吧。我很喜欢妈妈给我缝的旧书包。妈妈，我去上学啦。去吧。你看见了吧？你儿子说了不想再看见你，赶紧走吧。小儿，你既然是他假死，抛弃了林然母子，他怎么有脸来求着林然的原谅呢？他就是见不得人林然过得好，林然现在嫁给了团长，他就是嫉妒。谁都希望他们过得好。爸，你这是咎由自取。要是林然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哼，好吧，咱们走。臭彤彤，这是什么？看不知道吗？警官，怎么办？乐乐被人抓走了，他们要8万块钱。冉冉，警官，求求你救救乐乐，乐乐被人抓走了。冉冉，你别害怕，就算再大的事情，也没有解决不了的。警官，我不能没有乐乐，我一定要看到乐乐。夫人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乐乐给你带回家的。今天晚上7点之前，我会给你带回一个安然无恙的乐乐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，夫人，你先休息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处理。来，我儿子被绑架了，给我找，就算是把京城翻个底朝天，也要给我找出来。哎呀，江团长，你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你把我给叫过来呀？带进来。开头。认识吗？认识，他是我小弟。今天早上，我的人看到他在大院附近溜达，刚好我儿子就被绑架了。你说巧不巧？我答应了我夫人，晚上7点之前一定要看到儿子安然无恙的回到家中。大八哥，你应该不会让我失信吧？周乐乐是江团长的儿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我马上就去调查。半个小时内，我能看到人吗？江团长，我手下厂子那么多，我得一个一个去调查呀。绑架人口拖下去毙了。江团长，半个小时之内，我绝对让你看到人。就半个小时。大哥，怎么样？你让那个小贱人带赎金来是周乐乐了吧？陈八哥，八哥，你说什么？我姐。八哥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打你？我没杀了你都是给你面子，连江团长的儿子都敢绑架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江团长的儿子，这怎么可能？林然他才改嫁1天，周乐乐怎么可能会是江团长的儿子？
乐乐，是叔叔搞错了，叔叔这就送你回去啊！我帮你先解开啊，叔叔这就给你送回去啊，走。大婶，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能有害人之心，是你抢走了我们的生活。闭嘴！为什么你跟你妈妈过那么好的日子，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把他们母女俩给我带走。乐乐，咱们走。妈妈，乐乐，妈妈，我没事。这是谁打的？是他。夫人，我们知道公子是江团长的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压根就没敢碰他。那绑架乐乐的事呢？也是他。夫人，他说您现在改嫁了，条件好了，这是您最心疼的孩子，只要绑架了他，您就会拿出一部分钱帮他把赌债还了。乐大哥，你不也同意的吗？啊，我可没同意啊！夫人，我们哪敢在军区大宴绑人啊？我们只是要钱，就不是不要命了啊！乐乐，以后遇见什么事儿，我们都不需要再忍了。妈妈，乐乐没事，不要生气。如果妈妈生气的话，乐乐会很心疼妈妈的。乐乐乖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。艾迪北，我艾迪美，嫂子好猛！哎，团长，我们不过去吗？一会嫂子被欺负了。这里是军区大院，我看谁敢动我夫人。你敢打我！子平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需要周子平原谅我。我自认为我对你们周家不错。之前他们每次上门问你要债的时候，都是我帮你平的，我帮你解决问题。还有周彤彤，之前我给乐乐做衣服的时候，都会顺手给他做一件。嫂子，这是我给彤彤缝制的衣服。谢谢弟妹啊。嫂子，大哥平时对我们挺好的，我也没什么能报答的，这都是顺手的事儿。可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绑架乐乐是你一个大婶该做的事儿吗？那又怎样？你做的那些破衣服谁稀罕呀？这一巴掌打你无情无义，这一巴掌打你无情无义。乐乐一直都把你当大婶看，从来都没有害你们的心思。可你呢？恩将仇报，竟然叫人把他绑架！我就是恩将仇报，怎么了？谁让你家那么好？谁让你这么有钱的？你出点钱替我摆平一下债务又怎么了？团长夫人打人了！团长夫人打人了！夫人，手疼吗？那接下来的一切就都交给我。张院长，都是因为他就是绑架公子的罪魁祸首啊！是我又怎么样？是我团长夫人也不能随随便便打人啊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周子平同志的妻子，那按理来说就是我夫人的大嫂对吧？我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心思这么多？绑架罪是什么刑罚？枪毙！江团长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以是鬼迷心窍人绑架乐乐的。江团长，就原谅我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枪毙我妈妈，不要枪毙我妈妈。弟妹，看在我们一起生活了3年的份上，看在子冰平是这么照顾你们母子的份上，你就帮我们说句话吧。
乐乐，你说应该怎么做？妈妈，算了吧，我不想为难他们。既然乐乐不跟你们计较，那算你们好运。谢谢乐乐。我是看在彤彤的份上，才不跟你们计较。至于周子平对我们母子的照顾，是为了弥补他自己心里的亏欠。你应该知道，周子平就是周子安，却还一直霸占着别人的家庭，你这做法实在是让我恶心。我这也没有办法呀，我们家都没有一个男人，只有我们母女俩，这可怎么活呀？这就是你霸占别人家庭的理由吗？那子平他自己也是自愿的呀。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和乐乐面前。江团长，既然公子已经安然无恙的回来了，那我们也走了啊。等一下，我听说周子平同志的房子是被你给收了。怎么这件事传到了江团长的耳朵？他该不会是想直接要走吧？那是严雅金欠我们钱，房子抵押给我们了。滚！好。嫂子，真猛呀！那几巴掌打得我都惊了，我还以为你会让我直接把他们抓起来呢。既然乐乐都说了，那就算了。大师也是逼急了才会这么做。妈妈，你之前教过我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们乐乐真善良。爸爸，你放心，乐乐会乖乖的，不会给你添麻烦。乐乐，以后啊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你就大胆去做，爸爸永远在背后给你撑腰。爸爸，乐乐肚子饿了。好，爸爸这就带你去吃饭，走。这么大的狗婊，你敢耍我？给我上，让我抓过去！快，别动！大八哥，大八哥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大八哥。现在晚了，带走！等我一下。小然，这是我假死后厂里开的补偿金，当时给爸保管着，现在把它交给你，你好好收着，以后想怎么花怎么花。你以为这是在弥补我和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和儿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妈妈，我和妹妹都想吃鱼啦。好，妈妈今晚给你炖鱼吃。那不是爷爷奶奶吗？他们好可怜。妈妈，我们去给他们买点吃的吧。爷爷，给你们包子。乐乐，老伴儿，快吃，还热着呢。小林，让你见笑了。这个是乐乐的一点心意，你们拿着吧。小林，这是子安让我交给你的。小然，和你结婚的3年是我贫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，我不会再祈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你和儿子可以平安一生。这个对我和乐乐没有任何意义。走了，乐乐。乐乐，奶奶想你呀！我再也没见过周子安和他的父母了，我才知道，那天他来找了我之后，就去自首了，把自己做过的东西全部交代，不管是假死还是乱搞男女关系，最后入狱要坐10年牢。妈妈，
妹妹为什么没有动静了？妹妹也是要休息的呀。真希望妹妹能早点出生，这样我就能保护她了。真乖。妈妈，等我和妹妹一起长大后，我们一定要一起保护妈妈。好。夫人，吃饭了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妈妈，我扶你。哎，夫人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们父子两个真的是……可千万不能动了胎气。咱们吃饭。妈妈，夫人，吃肉。肉。